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菜鸟房长其实让大家觉得。我们字卡还没有还给我。菜鸟房长，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的赫格塞斯因为现在大家看到说他一直在失误不断的情况，而且又争议连连所以他在这个 Signal 上面，甚至把胡塞武装组织的飞机目标跟时间全部都这样子大咧咧的这样发送出去，根本就已经危害到美国士兵的安全。如果一旦这个资料外泄的话，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美国的退役少将跳出来在指控这件事情就觉得太不用心了吧？他说呢，我的父亲在胡志明市的小径上面执行夜空拦截的飞行任务时候阵亡。现在来了一个海格塞斯他泄露的讯息可能直接导致一名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的死亡这事情不能小觑那其实现在还被陆续爆料，他在开机密会议的时候还带着他的老婆去，他的老婆是福斯新闻的制片所以也算是过去是跟他一样是同一间公司的这个同业那这种敏感讯息是可以由这样子并非一个国安身份的角色一起来听的吗？那现在白宫对于赫格塞斯的这种表现虽然是力挺可是川普的盟友们却是私下直摇头，认为这接下来还会闹出更大的事情那共和党的一些鹰派甚至五角大厦的官员认为说赫格塞斯在这起事件当中搞砸了，未来一定会重挫他领导的国防部就是他的威信会让人存疑。那另外这个菜鸟房长去到了菲律宾，他跟小马可仕见面，在周五的时候见面啦。他就小马可仕讲说，称赞美国作为维护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和平的最大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赫格塞斯又说这个赫阻是全球所需尤其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贵国考量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威胁，美国无意寻求战争那川普是和平的缔造者，说是这样说啦。那他们现在双方同意在巴丹群岛举行美菲特种部队的训练，那这个岛呢是在菲律宾的最北端，大概距离台湾是142公里但是大陆的回应也很强硬他说美菲间任何合作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该渲染所谓的威胁、挑动对抗、加剧地区的紧张。所以中国大陆也被拍到了这个轰6战机已经进入到了南海路透社已经有这样子的消息报道出来。那另外 AI 现在成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上面大家都在努力的一个领域美军现在计划要用 AI 技术来提升黄金圆顶的防卫系统自主力那这个是在关岛的防御系统当中的一个开发技术那这个防御系统包含了现代的新型现代化雷达，以及新兴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还有新的整合战斗指挥系统。那美国呢还针对大陆的 AI 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这个贸易黑名单，希望能够借此来抑制中国大陆在 AI 以及这些先进技术上面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那我们看到了这一位杨明杰他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他就是说呢，暗批美国啦 ，AI 不应该是由个别国家来主宰那现在全球合作不能共存共赢AI 引发的安全挑战有3个面向需要考虑AI 其实它是这个AI 空间的超级大国，有的国家想要去主宰技术，但是呢，这样子用技术去制裁别的国家，想要确保你在 AI 领域的独立跟统治地位。那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已经开发的国家跟开发中的国家在 AI 上面的这种差距这不应该是由你来作为一个限制，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努力的。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彬哥。我觉得赫格塞斯这次当然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一开始大家把矛头指向那个国安顾问叫做那个沃兹对，然后结果因为他自己莫名其妙把那个总编辑拉进去，这个再来讲，你根本不应该拉他进来。那这个当然是犯了严重错误。那他也说他会承担责任，可是看起来川普并没有打算对他做出任何处分。那可是问题是赫格塞斯犯的错误其实比他还严重。为什么还严重？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人会看到的，虽然他是加密群组没有错，但他是很多人会看到的东西。你怎么会把作战计划 PO 上去？作战计划怎么可以 PO 上去？对，这个他连一点基本的保防概念都没有。那你以为只有他如此吗？其实我相信川普政府内一大堆人都是这样。为什么？
因为他们过去都不是政府官员啊，他们可能来自商界、来自学界、来自各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中其实没有这一类概念。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任政府恐怕会让其他就是这些有心的国家或者有心的组织想要窃探他们机密、刺探他们机密会变得非常容易。因为这些人缺乏保防观念，这是非常糟的。那现在出了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川普大概还不想处置他，因为川普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没什么重要。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对的是胡塞组织，因为胡塞组织对美国比较缺乏反击的能力。可是川普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是泄露对中国大陆的计划呢，或是泄露对俄罗斯的计划呢？那请问一下，会招致什么样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以儿戏的。那川普自己要去想清楚，你的政府内如果大家都缺乏保防观念，你是不是应该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找专业人士去上保防课程，让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能用。其实美国的政界很多人都没有这一类的素养。包括之前希拉蕊不是也传出来吗？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把很多重要的国家大事直接用 email 在传，也招致很多问题啊，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有泄露机密的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美国政府要去加强的东西。那至于在南海这个地方，美国当然就是一直在菲律宾背后撑腰，可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看出来，菲律宾显得百般的无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尝试了好几年了。就这几年尝试下来，是自己丢盔卸甲，然后船也坏了，人也受伤了，几个人甚至被搞到奄奄一息。然后请问一下，他在南海的这个不管是他的控制范围也好，或是其他的权利也好，有增进吗？有扩张吗？完全没有，反而被压缩的更倒退。那菲律宾治理心里头应该很清楚，他玩不过老共，可是为什么他还持续玩下去？因为美国在背后推他。push 他这样做，因为如果菲律宾都不再跟大陆作对的话，那大陆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可能就会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一旦通过的话，美国就找不到理由来干涉南海的问题。那这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因为他希望就是在南海这个地方，他仍然有影响力，仍然能够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这一切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事情。谁真正在南海制造这些对抗跟动乱？是美国啊！如果没有美国在那边乱的话，南海行为准则一过，南海不就和平了吗？大家都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去做一些航运啊，其他相关的事情，就不会有对抗跟战争啊。可是问题是，美国就不甘心看到。那美国在发展自己科技的同时，同样的，他也不希望别人追上他。为什么美国要开始打压中国大陆，打压华为？就是因为他们赫然发现，中国大陆跟华为快要追上他们了嘛，甚至超越他们了嘛，所以就是从5G的时候开始打压了，就是这么简单呢。那 AI 这个东西，不管大陆的人再怎么呼吁，再怎么苦口婆心，你认为美国人会听你的吗？当然不会嘛。美国人要的就是发展 AI 之后，我要完全掌控 AI， 不只是中国大陆，全世界都要听美国的，这是美国人一贯的想法。所以去跟他呼吁什么都没有用。中国大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的 AI 比他更先进，你才能够突破他的重围，不然的话，你永远只会受到他的宰割。好，来请教李老师。对，好，我们记得哈，这个1个月前，在2月23号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国防部、美国军方才历经一次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都有迹可循啊，就是川普这个解职哈，会是让一些高阶将领，也包括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这个解职，原因是这些将领可能过度的这个听从，或者卷入，或者从事前政府拜登政府民主党的DEI政策，那是对于美国军方的大地震。那1个月之后，这大地震的这个核心震央其实到了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就是这次的泄密事件。但我也很坦白的说以目前看起来这个事件看起来虽然是对川普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考验但是川普目前来说就是会力挺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员，尤其是国安顾问瓦兹，因为瓦兹是拉人入群的。那还有在里面这公布一些作战计划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这2位是目前是风暴中的风暴，但川普选的是挺的。你看他最近的讲法是，川普说这个国安顾问瓦兹是个很好的人，没有什么大的过错。那至于赫格塞斯呢也不错，因为赫格塞斯自己的这个回应就非常强势，他说我没有泄露真正任何的机密。
也没有因为在这里面的讨论而让任何个美军在作战中受到伤亡，没有。那川普的讲法更明确，川普说有问题的、有瑕疵的是这个 Signal 这个系统，他没有指责任何团队里面的官员。为什么？我觉得可以从川普的心态去看，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大家还记得川普 1.0 吗？2017年2月份，当时他的国安团队也是出了个重大的纰漏，谁？是福林。福林是川普在选举时候的亲信，前国防情报局的局长，3星中将退伍，跟着他一起打选战的。但是因为通俄门，因为福林在还没有上任之前，就擅自跟当时的俄罗斯驻美这个大使碰面，讨论什么？讨论这个高度敏感的国安事情。俄罗斯希望美国能够协助他解除欧洲对他的制裁。那这个事情就是很大。最后，福林是做了24天下台，下台之后到川普任内，最后是特赦他了。所以这个事情对川普有重大影响，就是我的团队才刚成立，一些风吹草动，我保不住他下台，对我是有伤。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川普摆的这个阵仗非常明显了，就是说这不是大的问题。往前走就好，所以即便民主党摸到霍，但看起来是伤不了川普的，因为川普有他自己的一些政治考量。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这个赫格赛斯啊，它出问题，大家都聚焦在有关于把这一个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拉进来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不止这一件事情啊，他们还有要找马斯克去参加这个有关于应对中国大陆的那个作战会议啊，那他们那个作战会议里面有所有的相关简报，那在最后一个时间来喊卡。那但是呢，我们想到啊，他要通过各种的这一个邀请马斯克有通过各种的这一种机密审核都已经完成了，只是到最后是因为这一个《纽约时报》把它披露出来，那披露出来大家都各相指责，然后才阻挡了这么一件事。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关前一段时间说，今年的肩并肩的美菲的军事演习即将在4月21号到5月9号实施啊。他们说，我们今年没有要打这个提风飞弹啊，提风飞弹之前送了一个营去，没有要实施。那菲律宾自己买的布拉姆斯这个超音速的反舰飞弹，他说我们也没有要试，但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啊，美国准备将第2套的提风系统送到太平洋，送到太平洋哪里呢？可没有讲哦。他们说那个单位的位置，实际上来讲，在夏威夷，但是呢，上一次送去的也是在夏威夷啊，然后但是也是这个第3多域特遣部队送去的，而且不止如此啊，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一个说明啊，也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啊，它预置了一个非常大的仓库，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个仓库，然后其实在苏比克湾，它要放置一些装备，放置什么？他说：“我们不是放置弹药啊，那放置车辆算不算？”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是在讲什么？讲说其实菲律宾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巴丹岛海域啊。那其实他们要部署反舰飞弹，部署哪一种反舰飞弹呢？也就是最新的海军打击飞弹。这种飞弹呢，它的射程可以到达185公里，而且目前其实部署的国家并不太多啊。那又是我们看到那个第3那个特种那个多域部队，他要带去，然后他要部署这套系统。那为什么它出现的是NMESIS？ 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看这张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在驾驶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没有人。它是无人车，这个就是重要的部分。那至于说黄金穹顶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在1月27号的时候，川普签署了这一个行政命令，他要把铁穹系统部署到太空。那但是这个铁穹不是以色列的铁穹，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么一个计划内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星战计划的重新复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最近在中国大陆哦，网络上面讨论最热的一个人，应该就叫做甲亢哥了。iShowSpeed， 他其实是 YouTuber， 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概几千万订阅的一个大 YouTuber 哦。那他最近去到了中国大陆啦，到处体验中国大陆，而且他的模式哦，跟那种一般我们前一阵子讲说 China Travel 那一些旅游部落客又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拍了影片，然后剪辑再上传哦。但是甲亢哥他主打的就是一个直播。所以他全程是用直播的方式一边在玩中国大陆，所以造成的回响非常的热烈。他在 X 上面也有发，然后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发。那很多人也是把他的影片剪成一个片段的，在中国大陆的各个网络平台里面在放送。所以哇，现在讨论度极高啊！昨天他去到哪了？去到了我的祖籍河南哦，去少林学功夫啊。那结果啊，他去学功夫还穿上了这个功夫装，但是呢，他真的是见识到这个中国功夫的厉害。我们来看看。1, 2, 3. Hey, good there, Master Shin. You don't feel that? You don't feel that? Ah! 对，为什么叫甲亢哥呢？就是因为他其实表现上面表情的张力非常够哦，所以人家就会用一种甲亢来形容他，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绰号。那他的确是在那边哦，全程我看了一下，他去拜师要学功夫啊，还这个跟师傅这个敬茶哦。那他就是觉得说很崇拜中国功夫，因为他以前有看少林足球嘛。那结果没想到，轮到他体验一下功夫的时候，哎呀，痛得哇哇大叫。那另外也引发话题的就是，他还去搭了这个京沪的这个高铁这一段，参观故宫、长城啊，然后去到处体验哦。那特别是他去到了高铁，还跟这个直播的观众讲说，我们现在在高铁上了，不知道等一下讯号会不会断。结果讯号没有断啊，他又这个用一种极夸张的语气，很惊讶说竟然没有断线。我们来看一下。Look at these mountains. Oh, we're lagging. We're gonna lag. We're underground. I'm still like 5'5", 7. It's the tunnel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at. If it lags, don't leave. Okay, we're under tunnel. You can't get signal under the tunnel. Still on. Yeah, we lagging. Still haven't. We're actually not lagging. Yo, China's crazy. We're underground and we're not lagging. 对，他见识到这个中国大陆5G 的力量，竟然连进隧道都没有卡哦。其实有去搭乘过的都有体验过这个网络的厉害啊。那再来，大陆网友讲说，他用6个小时直播，彻底粉碎了西方持续几十年的反华谎言宣传哦。还有大陆的视频博主讲，甲亢哥的视频消除了西方媒体的反华宣传。这个美国人在做老天爷的工作，那甚至还有一些词条叫做“中国经得起随时一镜到底”。那中国现在经由甲亢哥把国外年轻人就是开了全景天窗，就是让他们真实的，这是用直播的方式来看中国，这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展现方式，也的确把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真实情况，这样透过他这个 YouTube 那么多人订阅，这样给散播出去，所以为什么讨论度这么的高？那再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其他这个国外的企业也是张开双臂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见了一些国际商业界的代表，他就讲到，这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呢。那其实这次去到中国大陆参与的一些企业，都是这个赫赫有名的，比方说美国联邦快递的集团总裁，还有德国宾士集团的这个董事会主席，法国赛诺菲集团的执行长，还有英国的汇丰控股集团，日本就是日立，还有韩国的 SK 海力士还有沙烏地阿美，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些大企业，都是准备要
加大幅度来投资中国大陆。那但是呢，川普的施压倒是呈现一个反效果。人家说这就像是北风与太阳嘛。那他一直在施压，反倒逼得很多的欧洲政要啊，接二连三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那迎接来了是开春的访华潮啊。大陆学者就在讲啊，其实越是川普这样子极限施压，越是有更多的国家想要重新再接触中国，寻求经济上面的发展。那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国际商界的代表啊，也有感受到说，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像是之前那样子哦，更加愿意接受这个其他外来的这样的企业来投资中国大陆哦。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玉渊谈天也讲，就美国要实施对等关税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坚决反制。那现在坚决的反制方式是如何呢？对于美国来说，牛肉的购买过去是从2000吨哦，现在已经骤降到54吨了。你要用对等关税，我们也可以用一种不购买的方式来因应啊。那还有对于汽车关税，其实《金融时报》都不看好，就说你越是这样做啊，越是在助力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领先产业哦。那这一回，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甲亢哥也去体验了一下小米哦，小米的电动车最近话题也是不断。那我们来看看小米最近的这一款新车，在3月28号新车命名叫做预期哦，它是取自这个陆战车御风而行的寓意。那大陆的网友在讲说啊，从雷总跟这个樱花合照到现在预期这个中文的读音啊，是不是代表快要发布了呢？可能特斯拉也要害怕了吧？这个的确看到一种这个东升西降的趋势。首先来问一下彬哥，这个甲亢哥这个粉丝非常多，大家知不知道他粉丝多少？他粉丝3700万，比台湾人还多，所以他一个人的宣传就比我们台湾整个的宣传都有用。对，那他这整个为什么最近被这么火？因为理由很简单，他是全程6个小时直接直播。对，然后他直播，你看人家搭高铁也不会累个啊。那其实，在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搭了高铁不会进隧道不会累个，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加强迫器而已嘛，没什么。可是你要知道，美国的相对来说，美国的铁路建设是蛮落后，所以他会很自然而然讲进了隧道就一定不会有讯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其实反观美国现在在基建上面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落后，这不是落后中国大陆，是落后世界各国。其实我觉得美国自己要想想看，这么多年来，美国当了世界霸主之后，是不是太疏于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是不是太放纵自己了？那我也比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正，就是王一川先生。看到没有？有没有靠背？自己看、啊，人家这个不是什么小粉红拍的嘛，对不对？这是外国人拍的嘛。他们接下来抹红甲亢。对啊，你还是他也是中共同路人。对，他穿那么红，对啊，他们一定会抹红。那你要知道，这个甲亢哥，他今年才20岁，非常非常年轻。那就是因为他很多夸张的表情啊，这种动作啊，才会吸引很多人，就觉得他很有趣嘛。那我觉得他这一趟行，我相信他也不是刻意要去帮老共做什么宣传，就是好玩，因为他其实经常这样到处世界各地这样去走，真实体验，真实的说，他就是真实体验去让你去看看。那我相信他也不会刻意去帮老共美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大家不信的人或觉得中国大陆很奇怪的人，你可以透过他的影片去看看，去看看真实的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有没有遇到困境？有，美国的贸易战跟美国在全世界发动对它的围堵跟制裁，一定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产生影响，一定有，这也不要骗人啊，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可是问题是，我一直搞不懂美国的真实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中国大陆是你最大的头号敌人，那你应该集中心力去对付中国大陆啊。可是川普在干嘛？川普在开地图炮，他对全世界开战。又打欧盟，又打加拿大，又打墨西哥，又打中国大陆，那你到底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希望全世界都美国一出手，大家都吓坏了吗？人家当然会吓坏，可是吓坏的结果是，你看现在这些国家就跑去找中国大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因为你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嘛。我一直在说，你逼了中俄合作，到底对美国有什么好处？那现在你逼的中国大陆跟欧洲又重新开始相连。那美国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觉得美国自己要想清楚。好，请教李老师。我也蛮同意啊。就是目前川普你最重要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大致2条路，一条路可能比较像川普所想的，就是
矫正所有对美国不公平的政策。在经济上，美国要大量的能够占到便宜，把过去的这种不公平把它矫正。但是传统上，至少从川普1.0，大家会认为说，有一大派的美国这种怎么讲精英啦，尤其是在这个决策圈里面，会认为说头号对手就是中国大陆，要打赢这场这种战略竞争，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且不是1天2天，要想方设法在外交上、战略上、军事经济是一个下的大棋。但因为目前川普主要事情还是川普自己是非常执着于这个关税了，他认为关税不只保护美国产业，还可以创收，还可以作为施压对手的筹码，3合1的好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就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我们看到加拿大最错愕就他，第二个欧洲。欧洲跟美国过去有没有吵架？当然也有，但是会像这样子面到这样的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现在欧洲这个的做法就会让人这个非常的好奇了，因为过去在拜登任内其实美国是非常拉拢欧洲的，对不对？要去想办法围堵。但现在看到欧洲很多国家可能讲话的口径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有点在做一个战略上的避险。就不会跟美国这么这个亦步亦趋。那尤其是过去当美国会比较讲究这种理念价值观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很隐性的这个结合点，尤其跟欧洲传统这些大国有一些共通的语言，包括一些所谓的进步价值。那现在这些川普大概都弃如敝屣，不重要，因为它不是美国实质利益，所以有这么多的一些考验，所以很麻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以上所讲的状况之下，所以川普很多作为就是不分亲疏。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部分亲疏。我刚刚讲的加拿大跟欧洲这些大国心里面的最大的感触可能是这边。比如说川普1.0时候的这个钢铝税，它是经过长期的调查，而且对于盟邦有比较多的一些优惠或是豁免措施，这措施还延续到了拜登时期。但是到了川普2.0，第一他没有这么仔细的调查，动作来的又快又猛，而且反复，而且不分亲疏，所以这里面的后作用力、不确定性就非常非常强。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啊，这有关于习近平主席他会见了国际工商界的代表啊，刚刚罗列了这么多啊，其实中间啊还有一位，那这一位其实很具有代表性啊，他其实也就是三星的会长李在镕。那也就是说，现在连三星都已经动心起念要前往中国大陆投资了，那只有我们台湾台积电到美国投资，那这条路到底是对还是错？那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啊。虽然我个人认为是错的，但是10年后我们就见真章了。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代表啊前往中国大陆开会啊，那其实中国大陆自己也有非常多的这一些企业代表，例如说蚂蚁集团啊，或者是小鹏汽车，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专门跳那个扭秧歌的宇树科技，它的创办人同样的也去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啊。那在这个会议里面，不只是习近平主席的会见而已。其实我们看到啊，之前意大利的参议长在中国大陆，那现在呢，在中国大陆的是葡萄牙的一个外交部长，然后到4月的时候，西班牙的一个总理他也要前往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前往中国大陆，只有我们台湾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境外的敌对势力啊？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桃花派系？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那个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他会见这个欧盟的贸易代表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啊，也就是中国愿意与这个欧盟一道啊，其实妥处这个经贸的分歧，因为大家其实要赚钱，然后当然都想保护自己的企业，然后都有一些关税，那这些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判，然后共同抵制什么？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这里大家不觉得很耳熟吗？就是针对美国而来，针对川普而来。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其实截至今年为止啊，这个
中国与欧盟它建交了50周年，可是我们看到其实他们都在原地踏步。之前是被美国阻碍，那现在美国这一个事实上他们慢慢的就是很特殊的这孤立主义，然后把所有的欧盟国家通通都得罪了。那得罪之后，然后用关税很高的关税来进行对于贸易的保护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看着，其实以前的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为什么上不封顶，是美国干。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要看哦，是现在呢，美国有这位千万网红，不晓得您有没有看过呢？这位网红他叫做甲亢哥哦，这是他自己取的名字。那他现在就开启了他的中国行，而且呢，他号称是要带着功夫梦来前行的哦，因为他到了这个河南的少林寺哦，要来拜师学艺。不过呢，这个师傅哦就说，一说中文那个，他原本还以为在骂他哦，就反正影片是蛮有趣的啦。我们先带您来看一下。Train me. Please train me. Please, I will do anything. I want to be just like you. Train me, master. Tell them to come in. Tell them to come in. It's okay. Yeah, tell your students to come in. 好，那个吴晴，这孩子都进来吧。 1, 2, 3. Hey, get there, Master Xin. You don't feel that? You don't feel that? 好，这段影片呢，在这个网络上呢是爆红哦，而且呢，甲亢哥啊，他不只是刚刚你看到这个有趣的画面哦，他最后呢，甚至也在少林寺来登台，那表演的呢是他的这个后空翻的绝活。你看到就是我们现在为您播放的这个画面哦，他在拜师学艺之后，当然是自己稍微学了一些，所以呢，他也在少林寺就登台，这个是他的后空翻的技能哦。那很多网友就很惊叹啊。说原本还想说，你看刚刚他被打到倒在地上哀哀叫，结果现在呢一表演起来，看起来还似乎真的是有模有样的哦。那他当然也是表达着他对于这个功夫梦的学习热忱。那当然呢，这个甲亢哥呢，他也坐在中国的高铁上来直播，他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过去啊，在受到的环境啊，接受到讯息，而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一些讯号呢？没有想到哦，进到高铁的这个隧道之后，竟然还有隧道，而且就算他在直播，画面也是很 OK 的。再带你来看一下。Look at these mountains. Oh, we're lagging. We're gonna lag. We're underground. I'm still like 5'5", 7. That's the tunnel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at. If it lags, don't leave. Okay, we're under tunnel. You can't get signal under the tunnel. Still wrong. Yeah, we lagging. Still haven't. We're actually not lagging? Yo, China's crazy. We're underground and we're not lagging. 好，你可以看到这甲亢哥非常的惊叹。那刚刚这些画面呢，让他 po 在抖音上，光是一个礼拜哦，涨粉100万呢，很惊人。而且呢，这个直播呢，破千万人次观看，甚至呢，粉丝数已经来到了157万了。甚至有些评论就认为说，这个某种程度上代表什么呢？甲亢哥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啊，他给一些其他国外的年轻人开了一个全景天窗，也就是说呢，他透过直播让你直接的来看到哦，你不是二手消息了。所以呢，甲亢哥啊，在上海啊、北京啊，他有一个6小时无间断的直播，立刻就抽上了YouTube 全球发烧影片的1、2名，比他在其他国家哦，他播3、4个小时的直播还要更久。那他就说啊，是把真实的街景呈现在这个，因为是 YouTube 或者是抖音嘛，都是很多年轻的观众会来使用的平台。这也是呢，很多全球，如果你是反华媒体，本来可能营造说中国啊到这边是很封闭的啊，或者是污染啊，基础建设很落后啊，但这个形象透过这个甲亢哥他的直播就会瞬间崩塌。
发了。那有人就很酸啦，说甲亢哥光是6个小时的直播，一下子就让美国有16亿的反华经费，因此打水漂了。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哦，除了是一些基础建设啊，大家很意外之外呢，习近平呢现在也是来大开大门哦，希望可以拥抱外企，因为他就强调说呢，他利用外资的政策是没有变也不会变的，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说呢，和中国同行喊话，就是你可以跟机遇同行了，所以他也会见了超过40名的外企代表，包含德国啊、法国啊、像宾士啊、日本的日立啊这些很知名的企业，而且还说大陆将会以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作为一个重点哦。其实讲白了就是进一步的要来开放，希望这些外企都可以到中国投资。好，彭博就分析说，你看起来这美中政策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哦。他就说去年呢，只有会见了大约20名的商界人士，而且大部分呢还是来自美国，而今年出席人数你可以看到增加了1倍多，甚至习近平还邀请媒体到小房间来发表整个谈话，加上呢经济领域啊这些官员也都参加，这显示什么？就是中方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跟川普的美国优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看起来就是贸易战要来开打嘛。美国呢就被指说，如果呢川普现在要用关税来作为他的竞争工具的话，那当时呢，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的关税政策比较是针对单点、针对大陆的商品，但是在这个任期，不只是大陆的，它已经变成是包含其他的跟各个国家间的利益哦，他就用这个来当做筹码。好，所以那我们既然要硬碰硬啊，是不是北京方面也不忍了呢？北京官方就说他们对美国牛肉企业的注册几乎3月16号就要到期了，所以呢，美国对中国现在牛肉出口量几乎是0，他可能要拿牛肉来开刀了。那另外是呢，美国的商务部长之前就扬言说，他们为了要防止 AI 镜片违规出口到中国，所以呢要大幅增加罚款。好，那你不给我的话，中国自己来研发嘛。所以呢，蚂蚁集团呢，他们就在这个 AI 的领域啊，持续希望可以取得突破。那最新是说呢，他们成功利用阿里巴巴和华为制造的晶片哦，也降低了 AI 模型的训练成本哦。哇，这个成本差非常多，下降到508万人民币，减少大约有20%哦。就说我可以比较低廉，我也可以有本事来自己制造，我不用再靠你了。来，帅将军怎么看呢？说这个甲亢哥的影片，大家当然看了很好笑啦，可是是不是也提供给观众另一个视角？笑是一回事啦，因为他黑人呢，一般都对 Chinese 功夫啊非常迷了。对。多年前我们到美国去做那个 Greyhound Bus， 一大堆黑人，他看到我们华人不大敢那个，因为 Chinese 功夫跟 Bruce Lee 啊，对他们很有影响。对，所以这个不稀奇。我现在关心的是中美的贸易作战，因为这2个国家真的军事上不会打大战的，但是贸易打的是血流满地。这个川普啊，千不该万不该。其实美国经济也有问题，中国大陆经济也在通缩了，大家都有内在的隐忧。他偏偏搞一个全世界的关税会议，这个关税一打，不止打到外国人，自己美国人也被打到。因为什么？你不准汽车进口是一回事，你连零件都不准进口，我请问美国的汽车厂怎么办？他要搞电动车，他要不要买中国的电池啊？这零件是全世界的通货，你知道吧？我们今天随便打开一部进口车，你没有发现说那个车里面全部是一个国家造的，它很多就是各国采购，哪个便宜又好，所以这一打，欧洲各国都不是派代表到习近平那边开会嘛？那习近平这个时候正好招降纳叛啊！什么叫叛？你美国的上级跑来啊，大家要走深路啊！做生意人是不能说让他年年亏损啊，尤其大企业，他一看5年10年了，所以你这个关税这样搞得人心都乱了。所以中国说我把门打开，我把以前打得更开，你们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来看啊，签证给你延期，专门找这些贸易企业的 CEO 来谈，包含中国大陆的 CEO 谈什么？我们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因为生意人经不起亏损的，所以即使是美国很多商人，这次
习近平开的商会里面，美国来的代表很多，代表什么？美国的商人也活不下去了。你今天这个金属不准进口，那个不准进口，他拿什么东西做？所以德国的更不要谈了，他是卖高级汽车为主的。那不管 Benz 也好，这个奥迪也好，宝马也好，它都要走电动化。走电动化就要买中国的电池啊，因为中国的电池续航力长，充电的快。哎，你还有什么电池跟它比呢？你在那个地方充电，一充10分钟，1个钟头2个钟头，我干嘛啊？它现在5分钟让你就可以走了，走400公里。所以这个问题哈，货比货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价廉物美，性价比高，所以这是中美大战。表面上看川普很得意啊，这个给你加，那个给你加。他现在我的感觉，他好像是在一个四面都是3倍的地方喊，听到了回音。什么回应啊？American Great Again， 结果只有一个回应 ，Again， 都是他自己，就是跟你对抗，又来了，又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比我们讲的商人跟商机是差不多的。到底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中国人挨的功夫比你强。肯定的嘛。美国人你过惯好日子，你能比我扛吗？住吗？由奢入俭。我们这10几亿人口，可是当年从民工一路打上来的。是的，对不对？来，岳老师。我很羡慕这个黑人的因为我熬了7、8年的话呢，才100万抖音粉丝，他搞了7、8个钟头就有了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我们平常干的都是一样的事儿。我们觉得大陆在发展的各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跟你讲你到了西方国家，包含欧洲跟美国没有看过这么干净的啦。也没有这么有秩序的啦。你爱穿什么的话呢，也没有人会骚扰你的啦。白天晚上24小时出去玩什么的都没有这种不安全的地方。你要不要这种安全？你要不要这种舒适？你要不要这种干净嘛？所以说我们这个 Speed 它这个叫什么甲亢我不知道这名字哪来的它基本上的话呢，它所做的事情就是司空见惯。但是我觉得10天免签证真的发挥效用了。很多人一看以后，想到中国去玩一玩，因为这个现在机票不是很贵，以前贵的是要办签证很麻烦，对不对？现在人家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是这个习近平会见外资代表这件事情有3点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第一个的话呢，大家知道吗？你看我们从这个王文涛开始就是有外资代表，这些外资代表要等着会见习主席，等了4天了。从上礼拜开始就有这个消息了，为什么等这么久呢？因为大陆要想一个对策真的是要让子弹飞一会。为什么要想个对策？因为这个情势太复杂，他要等到川普宣布所有的汽车都要加25%关税。你看，就刚好等到马上就开了这个会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话呢，不但是欧洲国家、日本、韩国，连美国的企业，他们在这种新任的这个总统这种60多天的搞法下来讲，真的是没办法，非找一条出路不可。这个出路的话呢，就是要找到中国来，所以说人数加倍，而且在这边的话，愿意大家自己凭良心讲如果说是没有出现这个川普做这么大的改变的话，那这种表现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都是要冒很多风险。现在既然美国现在对加拿大的态度简直是疯了一样，我说的良心话，那个马卡雷都觉得说这莫名其妙。他们虽然没有热战，但是其实已经恨透了那这样子的话呢，里面说出现所有的借这个机会要加大对中国投资。然后第3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也讲了，说有3000万个机会工作机会是外资投资的。那他讲说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那你这句话你心里的感觉什么？因为你投资中国为什么是投资未来？第一个的话呢，有大批的很勤奋的而且素质很好的工程师加劳工。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们成本比较低你现在那个美国搞了关税，要那什么制造业回美国，美国劳工都贵到什么程度美国劳工有工会大家记不记得去年那个港口的那个罢工跟那个汽车工业的罢工，通通照准就是拜登跟那个川普每次到了选举年就来了以后，2个人都照准，这一切都准。所以这种情况下，然后第3个部分我要讲到牛肉的问题我建议大家现在虽然情势不是那么好但大家到大陆就要去吃牛肉了，尤其是到成都，你去吃那个麻辣锅的时候，你叫盘牛肉现在便宜的不得了，因为大陆的牛肉从俄罗斯进口1000万吨从阿根廷进口700万吨大陆这个牛肉这东西又不可取代的，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不进口美国的牛肉就这样情况那这样算不算是川普有点策略失当的？来，老师。
哎呀，讲到川普，美国这阵子真的，川普当然做了一个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也得罪了很多原来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作风刷新了、颠覆了原来大家对美国的看法。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中国大陆现在一直开放，特别是最近啊，习近平带头，他为了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的经济的问题。过去很多外资都跑了，然后美国这个疫情，再加上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打压、各种限制，可是现在自己美国出了很多问题啦，人家是有策略的，然后接近这个前阵在那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700多个外来的，80几个高层的企业家都参加了，那习近平亲自出席，散放了这个讯息。不止这样，现在杭州是变成他们的创新之都，苹果的库克就那边去了。以前他去那边是看他的这个生产基地，现在杭州已经是一个创发研发的很重要的地区。不止这样，还去那边喝茶，文化的东西都在改变对中国的形象。那甲亢哥这个不是高层，他是一般，他这种网红，那带来那个效果最大。高铁里面那个是最戏剧性的，几乎我看到很多外面人到中国大陆去，都被他们的高铁震撼，因为过去。对中国大陆被妖魔化，他们形象中都是很糟糕的，所以这位老兄讲说，那到处都一样嘛，一进隧道一定就卡了嘛，那一定就没有讯号，哪晓得中国大陆这个东西可以一路畅通？我们可能很觉得习以为然，大陆的朋友可能也会习以为常，这个是很不容易。而这个时候透过一个外来所谓的美国的一个先进的，当他就被惊艳到之后，他那个震惊啊！你说少林寺那个当然有多什么武术，这个都，我看这个人是学过一点武术基本功了，要不可能那么。但重要是中国大陆的建设跟发展打破了过去长期被污名化、被妖魔化那个形象。那刚刚讲东升西降，你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自己破坏自己的形象，那中国大陆从过去被讲的那么差，忽然间发现说，反差这个落差很大，这个一来一往啊，实际上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不止这样啊。我看这2天啊，要前台积电2个高管，一个这个蒋尚义跟林本坚，他们在新竹发表个新书。那林本坚就讲说，一直打压，一直这个压制中国大陆的这个芯片发展是挡不住的。才讲，我看前天上海有一个半导体一个发表会，忽然间来一个叫做好几个山的计划，5山计划，什么武夷山、长白山，还有我们台湾阿里山，他们有一个叫做新凯来的，大量一下子发布了很多他们的新的创发的。而且就等于是新的光刻机已经完成了，它当然没有整机，可是这一部分全部凑起来是非常惊人的发展。就是明明知道压不住，而且越打越强，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中国大陆的变化已经产生了。对，刚刚讲到变化产生，持续来关注。好，接下来镜头我们带大家看到是在菲律宾哦，这个杜特地啊，终于过生日，可有点淡淡的哀伤，因为没有家庭团聚。他是持续在海牙居留，是过他80岁的生日哦。但是呢，在生日集会还是有一群很支持他的人走上街头哦，是有主办单位号称说有15万的支持者涌入的地方，这里是达沃市哦，在街头说要来帮远在海牙的杜特地要帮他庆生。那诉求呢，就是希望说国际刑事法庭的居留中心可以把杜特地遣返回菲律宾。但当然啊，这里看到呢，这个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人潮，而且他们都高举的这个旗帜啊、灯光啊，就会希望说呢，要来除了祝杜特地生日快乐之外呢，也要表达他们的诉求。可是也有一群反对者，他们是在马尼拉的部分地区也举行了示威的活动。好，那另外在欧洲的部分呢，也有是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他们要前往荷兰的海牙，就是要求说可以释放杜特地。至于中国方面呢，说是对于杜特地的支持哦，还是一样的。像是呢，有一张中国媒体啊，就转发了全球向杜特地致敬的这个贴文。另外在社群平台上现在流传，而且呢，很多的社群媒体啊，在贴文当中也把副总统萨拉直接称呼他就是下一任的菲律宾总统。但随着呢，现在杜特地倒台哦，是有评论就认为说，有没有可能小马可仕也会在菲律宾的选举面临到反弹呢？因为说对小马可仕来讲，目前目标明确，就是要在选举中取得好成绩，同时让杜特地被定罪。但是小马可仕哦，他想要巩固主导地位嘛，这有助于确保说什么，他对副总统萨拉的弹劾审判可以顺利进行。那简单来讲呢，其实小马可仕跟杜特地哦，他就认为说呢，背后2股支持的势力哦，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嘛。所以现在呢，
在美国防长赫格萨斯呢，他即将就要访问菲律宾了，而且呢，这个训练计划，他们说还要有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直接和菲律宾的特种部队来联合执行。这项训练呢，他们号称是要提升两国军队的一起作战能力哦。但是你当然看到有菲律宾人，他们就上街抗议啦，说这是代表什么？美国军事介入我们吗？是想要来介入我们来对抗这个中国的侵略吗？所以呢，也有很多这个民众他们是上街头，而且呢举这个标语哦，同时呢也焚烧了美国的国旗，表达他们的不满哦，认为说呢，现在美国人怎么会连军事也要来介入我们，也要干涉，把手伸进来呢？所以他们就是认为非常非常的不妥的。那大陆外交部呢也说，一直以来啊是在南海纵容盟友挑衅滋事的就是美方，还奉劝菲律宾不要以美闹海。在南海的争议不休的情况之下呢，就有说解放军南部战区呢，他们也说菲律宾频繁呢邀请外国在这个地方来组织联合巡查，这是一个散布非法主张，这可能会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好，就在美国的防长访问菲律宾前夕呢，竟然发现中方也有这个战略轰炸机就现身在南海。那当然，中国方面没有公开宣布这个消息，只是这照片一出，也是一个恫吓意味十足。而北京方面呢，释出这样的，就是要代表说，告诉你，我们也是有先进的军队哦，也可以对美国有进行远程打击的能力哦。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好，那当然美军自身呢，可是要怎么来防御呢？现在自身问题不断呢，因为一架美国的空军 T-38训练机啊，竟然说呢，在离地面大约243公尺的时候掠过达美客机的上空，也就是说呢，差点就要撞上了。而且这个夸张的是什么？事件发生不久之前，1月31号，同一个机场也才发生说有黑鹰直升机和客机相撞，怎么完全没有汲取教训呢？又来发生了。那另外是呢，还有10多名的空军现在呢是来这个表示说，有一些相关的他们这个 signal 门的丑闻呢，也惹怒了美军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痛斥说，你把一些相关的讯息提前外泄，这根本就是要害死这些飞行员吧。好，我们先请教帅将军怎么看说这个杜特地生日这一天啊，但是后续引爆的效应还是不断。这是小马可是自己搞出来的马蜂窝嘛？你不敢自己明目张胆、正正堂堂去审查这个杜特地，最后暗中使坏，联合了国际法庭，由菲律宾的警察把他飞机送到海牙去。这个让菲律宾老百姓很看不起你。菲律宾本来就是2个家族的政治家族，一个是马可斯家族，一个是杜特地家族。今天杜特地家族放出来几个讯号，都对马可斯很不利。你爸爸死在美国，我让你光荣回国葬，这是一个favor，对你很大的恩惠。今天你是这样回报的吗？所以菲律宾人就看不起小马可斯的做法。那小马可斯有名的是亲美派，对，所以美国一定要想办法表态来支持一下。可是美国的这个部长来啊，他发现不行啊。这个菲律宾对他并不是很欢迎的，所以除了见小马可斯在他的这个官邸以外，就跑到美国基地街上他不敢去啊，因为示威的很多。你知道菲律宾对外汇的收入最大宗来自于哪里吗？菲佣，香港的菲佣，阿拉伯的菲佣，全世界的菲佣。这次杜特地的妹妹为什么到海牙？那边好多菲佣在那里要为杜特地过生日啊！这个他们还发起一个运动，1个礼拜不寄钱回国。这个就对菲律宾让你的外汇受到大冲击，因为他们主要收入是来自于这个嘛。你卖点芒果什么东西，你卖不到多少钱嘛，都是靠赚钱回来。菲律宾就是一个香蕉一个芒果嘛，所以这个外汇马上就反映了很多。菲佣的家庭会不会为这个也反对你啊？所以现在有人称他妹妹为未来菲律宾的总统嘛，就可以预判，小马可斯想尽办法就是说要修宪，能够让他连任。这一招搞了菲律宾说这违反传统，违反民主，对他更不利。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斯的大脑是有点问题啊。他还要玩政治啊，他真的玩得不聪明啊。所以我讲他这一次可能就
到此为止了。对，这菲律宾的问题也衍生成这美中角力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先请教岳老师，怎么看这个杜特地的80大寿，但有点淡淡的哀伤。杜特地啊，没有哀伤了，根本没有哀伤。我跟你讲，他这个是完全是自己去的，坐的私人飞机，也没有上手疗，也没上脚铐的啊。在那边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4个女人啊，他我看1、2、3，应该说是5个女人吧，太太好像是2个吧。啊，大女儿、小女儿，对不对？然后另外加上马可斯的姐姐，都陪他在外面的，都替他说话嘛，对不对？而且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刚刚我们将军讲的很对了啊，这个菲律宾的女佣是全世界有名的了。我想台湾不多，但是全世界各地很多。香港最多。香港最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英文不好嘛。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菲律宾本身来讲的话，他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而且他们情绪性非常强，又特别喜欢开 party。以前我留学的时候啊，我所有在我留学期间参的 party，95%以上是菲律宾人办的我都进去。菲律宾的话呢，哇，每个人都是又会唱歌又会吉他的，一定有这些东西，烛光晚会什么的。那么对杜特迪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哈。第一个，那个达沃斯在明达纳尔啊。你看到没有？这里面的照片呢、就是所有的菲佣是他的打扮的样子都是什么？菲律宾的南部很多人是穆斯林啊，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这里面的情况啊。然后呢，在菲律宾南部非常受欢迎。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他们家里的支持率，杜特迪本身在全菲律宾的支持都过85%啊，这不是开玩笑。小马可是原来是非常怕他的，然后他为了要尊敬对你表达，因为说这个杜特迪呢本身。是非常符合菲律宾的传统。菲律宾传统的话会觉得说换来换去都不好，原来马可斯很好，然后他把他女儿给，所以说现在小马可斯的副总统就是他的女儿莎拉。原来讲好是当国防部长的，突然一下变成教育部长了。你想想看，这个顾立雄如果说国防部长当不成，变成教育部长，这个意义差多大，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了解。那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杜特迪做的事情他要反对3个对象，他反对小马可斯不用问，因为前阵子莎拉他的女儿讲说就是说他有可能被马可斯杀掉如果被杀掉，他已经准备好杀手要杀掉马可斯，这个话都讲出来了。然后第2点的话呢，他基本上是有名的反对美国。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杜特迪讲话的时候，仔细想没有乱讲，他就说，因为在菲律宾你要选票的话，你要敢骂美国，你就有选票。他骂到什么的？骂奥巴马那个伤到 BB 也是，他都敢骂出来的，你知道这还得了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这个杜特迪的本身的态度原来并没有那么倾向于中国的啦，坦白讲，但是现在以这种情况搞的话，群势所逼发展成这种结果那我觉得小马可斯当中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老马可斯的话呢，610亿美元放在这个夏威夷的时候，那美国银行不会看不到嘛，所以说他本身来讲，你刚刚讲到小马可斯好像很蠢什么，小马可斯也不是很蠢，但他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他完完全全受制于美国，所以说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要他菲律宾来搞特种兵，开玩笑，我们帅将军就是特种兵出身的菲律宾的特种兵要跟谁打？菲律宾的特种兵要跟谁打？还要想跟解放军的特种兵打，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想要拿菲律宾当这个诱饵要在南海引发跟中国的对抗，然后菲律宾跟中国对抗，那跟像台湾的情况一样。但是菲律宾的话呢，哪有这个能力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每次在南海闹事的时候，重点不是获胜，重点是摄影记者一定要把影片拍好，然后发出去。那这个叫什么闹事嘛？所以说，我觉得说他也玩不出什么新把戏来。好，更多的国际焦点马上回来。太厉害了。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跟美国过去殖民地长期也是亲美。杜特地非常重要，就是他发现中国的变化，他不应该轻易偏袒一边，所以他选择一个两边平衡，稍微有点轻中，就没料到他想说交棒给小马可斯，应该可以延续他的路线。就这家伙，刚刚前面都提到了，又倒回去亲美，然后美国的军人基地又回来了。那同时呢，配合美国对中国不断的进行各种各样的挑衅跟骚扰。其实你严格看，跟台湾一系列的，这是同一个作为，都是美国人家在布局。那这几天他们已经开始演习，3月，然后4月还要继续什么联合，就演到7月，越演越烈。这个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去拜访，故意的。然后这个菲律宾的军方还讲一些挑衅的话，然后说老共知道怎么样，
然后你会越万转让税不缴，就表示我们有用。中国大陆的军方当然已经用很强烈的反应发出来了，但这个是在干什么？中国大陆的那个外长已经讲说，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中国是越来越强。